日本经济新闻曾报道，日本正计划在120岸舰导弹的技术基础上，研制一款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。这款导弹也被外界称为“日版战斧”。日本国内不断的在鼓吹呢，要研制自己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，试图通过装备弹道导弹、巡航导弹来实质上的突破专守防御的这种概念，那么重新的让日本拥有这个打击敌方的深远目标的能力，我们一定是要注意的。此外，近年来日本自卫队经常与美军进行离岛作战联合演练，还不断加强西南方向的军事部署，增设监视部队、岸舰导弹部队和快速反应部队。目前，日本自卫队正在冲绳县所属的石垣岛上加紧施工建造导弹基地。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，2022年底之前将完成在石垣岛部署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，规模约为500至600人。石垣岛距东京约有2000公里，相比之下，离中国的台湾岛只有约300公里，距钓鱼岛更是只有170公里左右。不难发现，日本在这里建立导弹基地，就是试图染指东海、台海。另据美国《星条旗报》网站报道，日本航空自卫队4月1号又在与那国岛部署了一支移动警戒部队。这支部队由第53警戒队的约20名成员组成，随同部署的是一部 JTPS-102移动雷达。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，距离钓鱼岛只有150公里。航空自卫队发言人明确表示，此举就是为了应对解放军的活动。评论员白梦辰指出， JTPS-102是自卫队能够拿出来机动部署的唯一一款雷达，它的最大探测距离只有300多公里，性能并不突出，对于隐身目标的探测能力也备受质疑。就这一点来看，部署在与那国岛能发挥的作用也就非常有限。不过，这只是自卫队的一次试水，以后还会有更大的动作。日本自卫队在与那国岛去部署雷达呢，本身其实也是自卫队在试水。那么自卫队是不是可以在所谓的有事状态下，在日本周边去部署这种机动的雷达？那么日本国内其实一直是有争议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它就是小步的快跑，一步一步往前推。那么你看，在与那国岛部署了，如果日本国内的反弹不大，那么它下一步就可以在其他的去部署这个雷达。